Sabrina， 今天是久违的手术开刀。我手上拿的这一版呢，是我们今年的特选品，它是月光跟赛亚所的混合孢子苗特选出来的。那前3个月呢还没命名，我们从粉丝团大家里面提供名字，挑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帮它取名啦，它叫 Lunella， 也有月光之神的意思。那这一瓶的话，我觉得它整体形态非常像缩小版的赛尔所，整个叶子的感觉啊是那种短版的感觉，那配上那种小小的高冠，它是白蝶。我们这是迷你白蝶，但今天呢，它因为长得太密集了，所以把自己牙龈稍微盖到了。我们要来把它做切除的部分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拿出我的雕刻刀，已经新进了一指超级无敌利哦。那我要把它做割开的部分，来。那我觉得雕刻刀真的是要够力，因为我之前买的常常会不够力，所以有时候太用力反而会划伤到牙点。那我最近新进的这个，轻轻划一下就可以马上割开。那它这个部分呢，其实这种很容易覆盖牙点都是侏儒很常会出现的状况，因为它本身的生长空间就是这么小。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割的时候都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慢慢来，那一块一块拿下来，很难直接一次就可以割下一大片。因为其实它的营养液部分啊，看起来虽然很柔软，但比想象中的还要坚韧，里面的根系也是附着的很多。可以看到它这样子都是蛮厚的。那像今天这一瓶啊，我们除了要割掉它新的生长的营养液，还有一部分是要把它旧的营养液也都先修剪干净，然后把后面的水苔填平，它才不会有牙点内缩的状况。那大家常说鹿角蕨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你放着它就可以自在生长的，就是它后续其实维护保养还是很多的，因为它的牙点有时候还是会乱窜。这就是我们刚才把这个营养液啊，把它拨开，我们看到的牙点，那它这牙点其实被挤压到有点变形了，但终于重见天日了。噔噔，那它左边的脸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小小受伤，但应该还是可以持续生长。那我现在就是要把这后面的旧鳞给剪掉，然后水苔再补平。它们这种牙点很容易会有内缩的问题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也要小心哦。OK， 那它这个是双管，然后所以我连中间这个也要修剪，要不然它会太挤压，会一直把它的那个屁股脸挤得更夸张。我每次最神奇的都还是觉得它们的营养液看起来很脆弱，但其实都超级有韧性的。那把它后面那样修剪完之后啊，我们就把它那样子水苔塞一塞，然后一定要塞紧哦。就是很多人觉得轻轻塞一下就好，但是没有，它一定要塞得很扎实。因为我觉得鹿角蕨的牙点真的是它稍微有一点点空隙就乱跑了，它很美，但是呢，它不是一个太聪明的植物。还好它的修了一张脸之后，牙点就跑出来了，所以不用再剪掉它的手。今天就是我们的 Lunella 手术之旅，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手术啦，但就是一定要看到有状况发现的话，就一定要赶快处理。像我们今天的话，只有修剪一张营养液就可以找到它的牙点，原本还担心说是不是连这2支最漂亮的孢子叶也要修剪掉，但还好牙点还在，然后呢只是稍微有点变形，但重见天日，所以目前生长都没有问题。那再把后面的水苔补齐就可以了。当然，这就是 Lunella 切完手术后的6个月，可以看到它现在恢复的非常好，而且长出很多新的小手。大家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